大街上布满9月阳光，高层建筑都是新的，在阳光底下精力充沛，傲然自负。街上的每一张面孔都显得营养丰富，每一个人仿佛都有来头，目空一切，财大气粗。夏末走在大街上，他用那双可眼四处打量招聘广告。招聘广告极多，反反复复就是女招待和男会计。城市就是这样一条街，一边站满女招待，一边伫立男会计。招待与会计构成了现代都市的花枝招展与理性秩序，一边是温柔乡，一边是富贵场。招待与会计的身影一路排列下去，拉出了都市的透视效果。用最时髦的传媒话语概括起来说，拉出了都市风景线。他们的身影仪态万方，潇洒体面，他们就是今日城市。他们的一颦一笑，举手投足，处处显示出今日城市的泡沫缤纷。无主题，无承载，款式不限，随意自如。他们的身影迎来满堂喝彩与掌声，是一台综艺。直到下午4点，夏末都没有找到头绪。他走上天桥，他站在这个城市的中心，一时想不起这个城市到底在哪儿了。夏末站在天桥，凭空想起了小苏对他说过的话，是在手术之后坐上马自达对他说过的话。他空了。夏末站在天桥上，望着9月的城市画面，四处生机勃勃，只有他夏末一个人，空了。只要有人给他一巴掌，他立即就会变成一张2维招贴广告画，贴在马路的拐角，对物质世界只重复一句话：用了都说好。玛格丽特酒店装潢一新，夏末游荡在酒家门口，看见自己成了酒家镜面墙壁中的孤魂。文明世界处处是反光，处处有一种包蕴一切的豁达与明亮。夏末迎着镜子过去，却看见镜子把他一点一点往外推，又礼貌又宁静。镜子是当代都市中最伟大的世俗哲学家，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无不体现出无中生有这一精神实质。做所有的承诺，不负任何责任。用镜子装潢建筑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。说到底，这依然是会计的方式。镜子使我们的世界辽阔起来，而我们的空间依然是被2整除的伤。夏末走到一张木板广告牌旁，广告牌很精致，玛格丽特酒店诚聘会计2名，女招待若干。夏末一看会计2个字，一股暴怒破空而来，不可遏制了。终于找到借口了，夏末一脚就把广告牌踢飞了。夏末对着大街放声吼道：除了会计，你们还要什么？你们要这么多会计做什么？夏末的歇斯底里没有引起社会性关注。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，人们无暇旁涉。关注夏末的是酒店的2个保安，出于职责与自卫，他们的威严身影移向了夏末。他们的制服很挺，铁青色，举手投足森然消杀。夏末被带上了2楼，空调很好，色彩是那种巴结人的调子，羊皮沙发软得讨喜，处处让着客人，真是个好地方。夏末没钱，不也进来了？进来了一个小伙子，和夏末差不多岁数，干干净净，很体面很精明的样子。
小伙子矮夏沫半个头，但他的目光在任何一个高度都能够居高临下。他的双手插在裤子的兜里头，他走到夏沫的面前，慢腾腾地说：“为什么砸我东西？”夏沫没有开口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碎钱，堆在小伙子面前。小伙子说：“不够。”夏沫说：“我就这么多。”小伙子说：“你有衣服。”夏沫瞪着他，扒了上衣扔过去。小伙子说：“不够。”夏沫把自己全扒了，包括2只臭袜子，只给自己留下一条足球裤。小伙子说：“我猜得出你是什么人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什么也别说。你不是愤世嫉俗，只是穷。你们对世界的态度只有一个，批判。别人用双肩挑着你们，你们指出人不应驼背，这就是你们他妈的艺术家。”小伙子从西服口袋里掏出钱包，用中指和食指夹出一张老人头，对夏沫说：“去叫辆出租。”夏沫站着不动，古怪地笑起来。夏沫说：“是生活迫使艺术家赤裸裸地面对这个世界。”小伙子跟着夏沫笑，说：“这话听起来有意思，值200块。”夏沫把指头伸到小伙子的钱包里去，抽出2张。夏沫望着2张新票子，捻了捻，自语说：“挣钱原来很容易，就是说空话。”夏沫赤条条地从出租车里钻出来，样子很滑稽。耿师傅扛着铁道扳手，一眼看见夏沫，夏沫的手里捏了一把碎钱，步子迈得气宇轩昂。耿师傅喂了一声，厉声说：“和谁打了？”夏沫笑笑，却不答。耿师傅放下扳手，拉下脸来：“告诉我，我去找他。”夏沫扬了扬手里的钱，高声说：“我赢了。”夏沫推开门，小铃铛正跪在小苏的床沿折纸飞机，他听不见开门声，折得正认真。小铃铛的纸飞机在小苏的床上摆了整整一排。小铃铛抬起头来，看见小苏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门，眼眶里突然飘了一层泪，一点一点变厚。小铃铛回过头，夏沫握着钱倚在门槛上，和小苏默然对视。小铃铛站起身，从夏沫的身边悄悄退出去，看见爸爸用很猛的动作向他招手。夏沫走到小苏身边，只打量片刻，2个人就无声地吻了。这是一个伤心的吻，疲惫而又悠长。小苏的指头在夏沫的后背上盲目爬动，像找不到地方节俭的秋蚕。小苏贴紧夏沫，夏沫感到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他的乳房失去了韧性与弹力，绵绵软软，在他的胸前往后退。夏沫闻到小苏的身上散发出淡淡的奶腥，这股气味萦绕在9月黄昏，使夕阳的缤纷越发妖艳，越发无助。夏沫被这股奶腥笼罩了，他轻声呼唤小苏的名字，自尊在病态汹涌。夏沫跪在床上，抱紧小苏，小苏扬起来，张大了嘴巴，吃力的大口喘息。2列火车正在窗下交叉，车轮声纷乱了。它们交叉的过程中，大地急速颤动。火车失之交臂，它们朝各自的方向呼啸而去，声音往2边的远方消逝，在人类的听觉中拉开了世界的无垠空间。黄昏在铁轨的反光中降临了，
铁轨静卧在城市边缘，铁轨同样静卧在生活边缘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了解世界的来龙去脉，但他们不语恪守金属品格。